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强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时事评论员李永平，钱子好，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对岸不断有灰色的侵扰，我们的因应措施是什么？只是广播驱离吗？来看看昨天啊，其实在金门的限制水域又有中国大陆的海巡公务船过来侵扰，那我们怎么做？就我刚刚说的，持续广播啊，要他离开呀，然后呢，要不然就是监控他，并航监控我们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到底合不合实际的需求？因为像这样的灰色的侵扰太多了，包括澎湖，你看到《自由时报》他有来报道这一个事件，说对岸的海警还有在我们的区域跟一个不知名的三角虎小船接触，然后被我们这边的渔民发现现场用目击的方式拍照存证那我们的连江舰也在旁边借护对应，那到底中间有什么蹊跷？等一下都会请舰长来跟我们分析。那国军的部队说是30年来首见，他们搭民船到兰屿去登岛干嘛呢？演练固守台湾东南要线。像是这样的新闻不断的出现在国人的眼前，很多人其实是担心的是不是要打仗了，还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吗？为什么要这样的登岛演练呢？包括我们看到 Okinawa 附近日本其实最近也非常紧张，他们也在监控对岸中国大陆解放军可能的动作，说是中俄的联合海上2026还没有演完吗？这是来自于日本这边的一个讯息，说他们的自卫队在冲绳九米岛西南大概是90公里的海域，发现有这4艘中国大陆的驱逐舰、补给舰，以及俄罗斯海军有1艘护卫舰，一共4艘穿越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而日本自己本土，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包括高市早苗首相的一些作为，也引起了民间的一些抗议像这些平凡的老百姓，有一些年纪都蛮大的，他们上街抗议，说要粉碎战争国会，因为他们也感知到了一些事情，包括这些地方议会也要求坚持无核3原则，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到嘛这个高市早苗他有这样子的野心。我们来听听看当地居民他们的抗议内容。高市政権は倒す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無茶苦茶な政治であり、それに絶対反対で私たちは戦っています。好像这些抗议者都说，除了高市早苗首相让他下台，他别无他法，因为他们很担心战争爆发。高市早苗的民调现在跌破了50%，跟他刚刚上任的时候的高民调有一个很明显的落差。包括60多岁你刚刚看到上街头大概都是这个年龄层，这个民众这个年龄层的下滑最明显。那中间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跟日本的交恶那民间当然有很多，包括学者，包括在政界、商界的人士也发出了很多证言那你看到东京大学的学者到中国大陆交流，突然被喊停学者就说学术活动出事风险高这个我们看到这是一名华裔的学者，在东京大学任教的。他说他本来已经受邀到上海的交大去做一些对谈这位对谈的学者是叫做葛兆光，他也曾经获得我们的唐奖唐奖是我们台湾这边创立的，可是突然活动喊卡所以他们其实都 sense 到一些不太对劲的一些氛围那日本这边有调查说企业受害，因为他们稀土的采购成本上涨了22%这是平均数值。如果再往这样下去的话，有些可能一些产业都要被迫停工了。来，先请教这个赖老师怎么看这一连串的事件？我觉得民进党是不是准备好要去打大陆了那我觉得他应该要先问台湾的民众愿不愿意如果台湾的民众不愿意，而民进党准备要去跟大陆打仗，那他必须要跟台湾的民众讲清楚，说那就只有这个支持台独的那些人准备去打仗，那反对台独的那些人就不用打仗，至少他要区别出来，因为总不能够叫我们反对台独人的孩子们也去跟着你打仗。
因为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是越来越紧张嘛，局势好像是越来越产生变化。那赖清德的态度跟主张丝毫没变嘛，他也没有想要缓和两岸的关系，他反而是在不断的挑动两岸的关系，好像跟日本的这个默契配合得很好啊。可是日本的国民也跟我们台湾的民众一样，越来越焦虑了，因为日本的普遍的民众认为说，你高市早苗，你想要改变无核三原则，我们是反对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人站出来了，越来越多的，而且越来越多的县市的这一些民众跟政府首脑地方政府的他们的团体都站出来说，你不要改变无核三原则，我们不要核子武器我们不要引进核子武器，我们不要生产，我们不要制造，我们不要让日本再度变成核武被攻击的一个地方。他们已经开始一直跟高市早苗发出声音来，更多的80几个团体，他们也站出来。他说你要修改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你要把日本变成一个战争的国家，把日本变成战争的国家，等于是他认为现在的自民党的政府就是一个战争政府。其实日本的国民这样的一个判断，国民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证实了，也就是大陆跟俄罗斯认为日本的自民党高市早苗所领导的这个政党走向军国主义，因为军国主义就是战争主义，就是当时的战争内阁就是战争政府，所以等于是日本的国民他们也意识到说整个局势好像要打仗了，可是他们一直不解的地方是在于为什么要打仗？中国大陆没有主动的去挑衅日本，俄罗斯也没有主动的去挑衅日本，可是现在看起来都是高市早苗在挑衅中国大陆，然后说我支持你台独，你台湾搞独立，你台湾去挑起两岸的关系的紧张，去打仗了，我日本就会介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台湾的人民并没有都答应哦。台湾的人民没有说我要为台独而打仗哦。可是问题就在于你高市早苗这样的一个主张，这样的一个说法，等于是叫台独人士说你不用怕，有我日本老哥在。因为这个赖清德一直认为日本是他的哥哥嘛，他是日本的弟弟。可是我不认为我不认为日本是我的哥哥，我还认为日本应该是我的孙子吧。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合理吧，因为没有道理说今天你要奉日本为大甚至有一些已经变成台湾籍的中华民国国籍的，不知道他是台湾籍还是中华民国国籍。理论上讲，他应该是日裔的中华民国国籍的一个日本裔的人，他竟然还说台湾人应该要牢记要记得日本殖民台湾，也就是殖民中华民国台湾省的历代总督的名字，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啊！这样的一个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的人，竟然忘了日本人这个殖民台湾，而且不谴责日本人殖民台湾，这简直是岂有可理！我无法理解这样的人还可以入籍而不知道是谁让他入籍的。一个不认同中华民国的人，一个对于日本殖民台湾的人不谴责人，竟然可以让他入籍，这一点我们无法理解，因为我们台湾人不愿意当二等人我妈妈从小告诉我，我们不要当二等人，我们不是日本人的二等人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牢记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些人的历史观错乱，而他竟然可以入中华民国国籍，我无法理解是谁给他搞出来的这个民意。但是问题就在于高市早苗从他的民调神坛已经跌落下来了，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他的民调从2月当选以后，他3月、4月、5月、6月他是节节败退，现在已经到7月的时候，败退的速度更快，一下子跌破50%。那在5月份的时候还有63左右，还有60，可是已经有个民调放出警讯了，说你大概只剩下50几了。而这一次时事通讯社他做出来的民调跌破50%，而您知道，对他最反感的反而是过去最支持自民党的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就是60岁以上的人，而60岁以上的人却是最反他的。这些人是比较稳定的，比较理性的，比较务实的，他思考的是日本的内外的环境，思考的是日本的经济发展，思考的是日本的物价是不是上涨，思考的是他的生活过得下去过不下去。而我们都知道这些人是稳定的，而这稳定的人
反对高市早苗的人却占绝大多数，而且60%以上是反对高市早苗的。是，其实这个给高市早苗放出更大的警讯。可是不要忘了，年轻人是善变的。是，现在高市早苗还能够到40几，而没有破40。年轻人一转变，他的民调支持度跌破30%，准备下台。好，接下来我们请教舰长哦，怎么看这个澎湖海域哦？自由时报描述的这个场景，这是在做什么？其实自从有关于那个台湾海峡的部分中国大陆早就已经完成相关的法制的完成。那也就是说，现在它在台湾海峡，甚至台湾东部海域它其实都是按照海警法在执法。那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呢，再加上我们看到之前有关于日本跟菲律宾他们企图一起来讨论台湾东部海域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其实这个讨论这个专属经济区，如果它是用这一个与那国岛以南，以与那国岛为中心的话，对不起，与那国岛日本你没有这一个主权，你只有那个相关的行政权而已。对于菲律宾来讲，你也没有这一个巴丹岛的一个主权，那只是因为你们现在都紧抱着美国的大腿，所以你们觉得你们好像有，你们可以讨论台湾东部海域的这一个有关于大陆架以及专属经济区的部分。那当然，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孰可忍，孰不可忍。那这一个部分，也就是我们讲到从2022年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离开台湾之后，就是一连串不断的惩罚威慑，只要台湾做出什么有违于中华民族的事情的话，那个解放军或者是中国海警就没收一些东西，例如说这个海峡中线被没收了，例如说不断的接近台湾24海里的海域也是如此。现在也就是中国海警开始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执法，那这个都是惩罚威慑的一个部分，而且它就是常态化，大家不要怀疑。从2017年解放军开始绕岛巡航之后，有停过吗？从来没有停过，只是有的时候飞机多一点，有的时候飞机少一点，那个是中国大陆自己他们的一个演训的需要。那至于说对于中国海警来讲，我们看到他们在去年的攻坚的这一个有关于这个影片里面，他们特别讲到，中国海警表示，如果说有关于日本或者是菲律宾，那如果说接近领海，其实也就是侵占了祖国，那他们中国海警就认为这是他们就是那一条红线，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让的。而且中国海警的这个舰艇，它的膨胀的速度，因为我们不了解，它的数量可能这个下水饺的速度完全不输给这一个解放军啊，所以大家这么样的认为说好像包围了台湾，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是自外于中华民族？那另外呢，我们谈到说有关于现在这一个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进行的联合巡航，以往就是如此，也就是他们的海上联演结束之后就开始进行联合巡航。可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他们的联演的内容是什么？大家只看到哎呀，这个好像是摆拍。这个不是摆拍，这个是我们看到052D 的这一个驱逐舰配合着他们的直9的一个反潜机进行海空联合的那个反潜。那这个反潜我们不要忘了，今年有一个重头戏，也就是中国大陆的039以及这一个俄罗斯的 Kilo 级潜舰，他们同时出现，而且另外出现了一种船，也就是救生船，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潜舰救生舰阳澄湖号，以及这个俄罗斯的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舰，他们为的是什么？也就是开始进行这一个最高难度的相互潜舰救难。那这一个部分，上一次绕来绕去
结果绕到了阿拉斯加。这次绕到哪里？我们大家等着看。请教永平姐。日本啊，这个有这么多人上街去抗议高市早苗的战争政府啊、战争国会，以及呢他的这个非常好战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呢，其实这些民众诉求的是希望能够彻底的回到1976年前首相佐藤荣作所主张的无核三原则。这个无核三原则呢，就是很明显的讲到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核武器。那它其实是包裹在日本二战战败之后的和平宪法的同一个思维。就是说，一方面呢，和平宪法里头表示日本不再扩军，日本呢在这个军事这个扩张、军事预算都有所限制之外呢，他也要承诺，他绝对不会变成一个核子武器的国家。但是这些事情本来认为说他修宪很困难，可是高市现在拿到了他修宪所需要的票数，然后本来认为说美国不会放任这个二战当时是最主要侵略国之一的日本呢，又变成了一个右派军事武装的国家。可是这个状况现在也改变了。那再加上去年本来大家以为高市在国会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很多人还去替高市早苗缓颊，说他可能当时不慎，刚接手首相没有太久，讲话不注意等等的，并没有觉得他是政策一个非常大的转向。可是现在事实证明呢，他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件事情，表示他积极的想介入整个台海之间的纷争，或者呢，他在这个部分上对于中国大陆呢产生了相当多的军事震慑的这种想法呢。从2025年到他2026年他的国会大胜，到他现在一连串的举措，特别是大幅的提高军费，以及呢到其他国家希望在这个安全议题上、卖武器议题上都采取一个扩张的政策呢，这件事情让民众非常的不安。现在日本民众已经不只是担心所谓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现在反而是我们台湾应该担心会不会日本有事、台湾有事啊？就说现在变成中国大陆第一挑衅他的，已经不是台湾问题了，特别是美国川普在台湾问题的后撤之后，现在变成日本是中国大陆在这里头最大挑衅的力量，以及最大不安的一个原因。那这也是日本国民跟这个区域的民众都应该要觉得不安的地方。是我们刚刚提到了美国，提到了川普，他今天早上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全国演说，其中他把矛头锁定中国大陆。他说2020年的大选，中国拼命阻止我选上。他讲了好多啊。他说我们有证据，当时有多少选民的资料被中国购买、窃取或是骇入那就是中国的阴谋、阳谋啊，全力阻止我赢得2020年的大选，所以我失败了。他讲这话很诡异啊，也很微妙啊，因为不是9月份习近平要去拜访他吗？他怎么会突然讲这些话？难道是因为选举的关系吗？不过他还大骂了媒体。因为本来他这个演说的时间是黄金时段，像是 ABC 啊、NBC 啊，说这个我们黄金时段呢，我拒播呢，川普很生气，我们来听听看。In a rare move, NBC and ABC Fake News have both said that they would not cover this speech. They knew what it was about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they don't like the topic. Fraud like this should mean a revocation of their licenses. They use our public multi-billion-dollar in value airways for absolutely no money. They pay nothing.
所以他右打中国，左打这个媒体啊，就是火力全开哦。所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呢？另外，我刚刚有讲了，中国大陆哦，其实跟美国是竞跟和，一边这个竞争，一边合作的关系。他们的外交部的这个副部长马朝旭下个礼拜将会前往华府干嘛？因为我们知道哦，12月美国会有 G20 的峰会，所以你可以看它的行程很可能包括前往迈阿密，在这里的 G20 峰会的一个。算是先去探寻吧，哦，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它当然手上有非常多的武器，包括什么氦哦。现在呢，它要禁止氦气出口。北京的说法是这样，他说，因为卡达它的供给波动，所以呢，我不是只是反制哦，因为大家第一个联想就说你可能是一个反制的武器，不是的啊。他说我是要保住国内相关产业的安全底线，也就是安全的存量。而另外 AI 当然是这个世界上未来大家竞逐的一个焦点哦。我们看到习近平他第一次到世界 AI 大会去喊什么国际合作哦，他说这个 AI 发展不应该只是单一国家的独奏而已，应该是变成交响曲，大家一起来哦。中国将会推动更开放、更包容的 AI 发展模式。而另外，人工智能的主题啊，我们看到中国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他们有很多学习的课程，它是2次进入他们的集体学习议程，可见中国大陆对这个AI 非常非常的重视。那当然，川普也知道 AI 是未来嘛，所以你看到他发火了，发火什么呢？他说纽约州叫停数据中心的建设，他很生气啊。他说你这么搞，要输给中国啦。包括基建，因为 AI 有很多基础建设需要来新建。我们看到，为了防止 AI 基建依赖中国，还有资助解放军，所以美国现在的跨党派议员说啊，希望川普政府封杀这2家公司长兴跟长江存储的记忆体。而这2个大国在 AI 领域上面的竞争，已经是完完全全赤裸裸了。月之暗面发布中国最大的参数 AI 模型据报能力已经逼近美国的顶尖对手，而且它的成本很重要，只要1/3。来，先请教永平姐，这个川普的演说，您早上看了吗？这个川普真的经常这个想一出是一出哈。那他的反反复复啊，一下子称赞这个国家，一下子讨厌这个国家，已经不是新闻了。只是说呢，他会突然在这个时候重炮攻击中国大陆尤其中国大陆好像从今年他去访问北京之后呢，好像是一直努力想要改善关系的一个对象，因为大家都认为呢，他跟习近平的温暖的语言应该会持续到9月2人再会的情形。可是呢，他现在突然在此刻这个7月中旬就大炮重击。而且呢，他的重击也不是讲别的，也不是说中国大陆又不肯买他们的农产品啦，中国大陆承诺他的又没有做到啦，中国大陆跟他的高科技的竞争又如何如何啦，都不是。他竟然去扯一件事情说，2020年呢，他之所以没有选上，因为中国大陆呢看不得他选上。所以中国大陆呢，用情报的、用骇客的、用这个非法的手段呢，弄了好多的选民资料去干预他们，绝对不要选上。这件事情首先让大家觉得大惑不解、逻辑很不通的一点大家都明白的知道，大陆非常喜欢川普，甚至封他为叫川建国这个名词啊，就是说这个川普呢，你惠我中国良多的意思。这个绰号不是他第2任，现在川习会后才出现的，是他在第1任就出现的，没错，对不对？你如果那个时期你去问北京，你10个官员中，我打赌大概有8个官员会跟你讲说，他们希望川普获胜，因为他们觉得川普的这种夸张的风格、反复的风格，对中国大陆的崛起有利嘛？因为一个莫名其妙变来变去的美国，会衬托说中国像是一个很成熟、有理性、很稳定的大人嘛。那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首先，中国大陆有何动机？2020年要想尽办法去让你不要当选呢？因为说实在，民主党上台对中国大陆那种透过朋友圈搞一大堆把中国大陆围堵起来第一岛链等等的，中国大陆还更讨厌所以这是第一点。
不晓得动机何在。第二点呢，川普的指控没有道理。因为呢，包含美国的前情报人员，还有现任的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首席啊，民主党的参议员叫做Mark Warner， 他就说，美国的这些选民的讯息呢是公开的。是根本商业可以购买的，你随便想要选举，你要分析选情的人，你要做政治的处理的，你通通都是可以公开买得到。那你买到了一些这个选民的资料，你去投放广告，你去跟他拉票，你去干嘛？这些事情通通都是合法的。那也许有某种比较亲中的公司，他也去做他的游说，这在美国的法律里面完全是可以的。那你今天凭什么讲说是人家要干预呢？而且说实在，美国的情报如果真要讲选举干预，俄罗斯干预的更严重，伊朗干预的更严重，可他这次绝口不提。然后更夸张的是，他在这种毫无指控又没有道理，又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时候选择突然又要跟中国大陆翻脸的时刻呢？美国的主流媒体，因为他的无线电视台总共就3家，CBS、NBC 跟这个CNN 是它的无线广播，有线。但是呢， ABC 不管 ABC， 对，它重要的是它3个部分NBC、CBS 跟 ABC 呢，其中2个无线呢都没有播，那 CBS 有播是短暂的播，没有全程的播，因为他们在黄金时段，他突然说我要演说，你要把人家赚钱卖广告的节目都停掉，所以这些人也要估计一下说，你讲的有没有跟民众利益有关？就一去探听说，发现他突然要去骂中国大陆，而且骂的是不相干的内容的时候，大家就不要播了嘛。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好，就川普也不满，那 CNN。本来他就管不到他，那他也没有播他也没辙。唯一全程有播的是什么？是最挺川普的电视台，叫做福斯电视台 （Fox News）。那 CBS 他短暂的播，可是他一播完，他就意识到不对啊，你这个扯的跟事实不符合，所以他就马上去做事实查核。所以他们切断了播以后呢，又噼里啪啦一直说川普你讲错了，川普你讲错了，噼里啪啦把他打脸。所以对于美国这样的社会我觉得川普这一招真的没有什么用。那如果真要说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非常怪异而且不符合他目前政治推演的逻辑的演出呢？我认为川普他因为现在伊朗战争迟迟无法结束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油价上涨给他很大的压力，包含他的这个共和党其中选举的选情很不好，所以他这时候又很需要一个敌人。那川普的直觉就是说，他内部的敌人就是可恶的共产党，当然他所谓的共产党就是讲民主党把民主党都打成共产党，变成大左派。然后另外呢，他的敌人就是中国大陆那这个是他100%选举的语言，那他的选举模式又上升了。是美国的3大无线电视台 ABC、NBC、CBS 有2家拒绝播出所以川普非常生气啊。他既然说他们都是专门报道这个假新闻的，那他为什么要在乎他们播出呢？难道川普讲的也是假新闻吗？那既然他们是假新闻的电视台，你就不要生气啊，因为他如果播出来播你的话的话，也是假新闻啊。因为他就是专门制造假新闻的电视台，所以你川普讲的话也是假新闻，不是就是很简单的逻辑？那他既然会生气，就代表这些电视台不是假新闻的电视台所以他才会生气嘛。好像在绕口令。对，但是他很在乎这些电视台嘛。对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不过您看到了川普指控大陆介入他2020年的选举，这个跟我们台湾有没有很像台湾当时的大选的时候，也有某一个政党一直指控大陆介入台湾的选举，一模一样的一个做法。不过在2021年的时候美国的 CIA 有正式的报告，那是给国会的正式报告，所以是 CIA 正式背书了。他说2020年中国大陆没有介入选举。其实我觉得台湾也应该要负责任的做这样的一个报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留意到美国的媒体，主流媒体像《纽约时报》，他们直接就帮中国大陆澄清了。他说，特朗普指控中国大陆有介选，但是 CIA 认为大陆没介选
而 CIA 有提出足够的资料来证明大陆没介选，但是川普指控大陆有介选，可是川普却没有提供任何资料。那你要信有资料的，还是要信没有资料的指控？所以这个推理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反而认为川普是制造假新闻。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2020年的时候，川普是总统，他虽然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更是总统。是总统代表什么意思？总统代表美国的各大情治系统直接向他负责，海外的有 CIA 向他负责，国内有 FBI 向他负责，还有国土安全部，还有国防部的这个军事情报局，全部都向他负责，还有情报总监也向他负责。如果川普在2020年那时候已经掌握到中国大陆介入他的选举，他大可直接宣布把所有的材料都公布，那就是说他可以直接说大陆介入选举是要他当选还是不要他当选，直接可以交给选民来做判断吧。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就代表什么？没有这件事。那所以美国的媒体主动的帮中国大陆澄清，还不需要大陆出手。可是更让大家觉得吊诡的地方是在于，川普不断的放出讯息说，大陆的领导人要到美国去访问，9月24号，之前说28号，后来又改说24号，现在又说南华早报又说马朝旭到美国去是要去这个为习近平到中国大陆访问，到美国去访问铺路。是，可是大陆的官方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讯息有回应川普的说法，这个就很奇怪了。也就是说，都是单方面在放消息。但是大陆没有说我要去，也没说我不要去。而川普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你认为对大陆来讲，如果真的要去的话，是适合吗？你不但没有创造一个好的条件，让双方会见更温和，你制造矛盾，让双方会见更尴尬，这个合理吗？也不合理，也有点矛盾。最后一个，我们看到了大陆的 AI 的发展的速度很快。这次的大会很重要，因为有29个国家已经成为创始会员国了，也就是说，他们加入 AI 的全球治理的这个联盟组织。这个全球治理的联盟组织会跟美国相互别苗头。为什么？美国是在 AI 筑起一个高墙才闭源的，中国大陆是把这个高墙推掉才开源的。我们现在美国的 AI 这个部分已经开始在跟中国大陆的较量中，它开始变成守势而不是攻势的了。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它的优势已经一直在丧失了。来请教舰长怎么看这个在美国跟中国大陆的领导人要见面前，川普来这么一招啊，是不是有可能这个见面就没有了，告吹了？如果川普再继续下去的话，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因为不止这个状况而已，还有对于有关于例如说比亚迪啊，例如说很多的大陆企业，通通都被美国国防部约制成为一个不能往来的一个企业，所以我们这样讲，继续下去就有这个可能了。那但是我们这样讲其实川普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他一上任提出的第一招叫做对等关税，然后中国大陆其实也就是轻轻松松游刃有余，因为中国大陆早就已经准备好应对你川普了。所以刚刚永平姐讲的对也就是说讲到说这个很多的大陆的观众或者是大陆的网友都称为这川普为川建国同志，因为他的种种让中国那个可以崛起的更快。我们看到那个美国搞小院高墙，美国去卡这一个中国大陆的脖子，结果呢自己的脖子不够硬，反而是现在出了一大堆问题那我们想一想，之前大家讲过失落的20年，也就是911美国去打了这个阿富汗之后，让中国大陆崛起，其实跟美国这跟这件事情无关，是中国大陆本来就是应该崛起的。那另外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又去打了伊朗，那这一场仗等一会儿我们下一节会谈论到底要打多久，会消耗美国到什么样的地步那至于说我们一直都讲到媒体是第4权，为什么是第4权？因为它可以节制其他的3权。可是我们看到了，川普一直都在干嘛？川普只要看到媒体，例如说这一次的 NBC 跟 ABC， 这也不是第一次他只要一看到他们提问，
川普以及他的白宫发言人就讲 fake news， 我觉得你很可耻，然后就开始那个开地图炮，然后完全闪避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最民主国家的最可耻的现象。我们看到法国的在启蒙时代，他的一个那个哲学家伏尔泰怎么说的？他说：“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那如果我们看到川普现在为什么这么疯？因为他请鬼拿药单。我们看看他的一个，如果说我们看他的民调的话，真正的问题在经济，从来不是说跟这一些什么中国大陆的各种说法有任何的关系。是美国之所以强大，就是过去我们知道它的这个美军非常的强大，可是现在意外频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包括您看到美国海军哦，他们有一个影片哦，这是被公开公布的哦，在这些伯克级的驱逐舰上，有官兵在实弹打靶的时候，突然发现发生了膛炸哦，那这个炮管就爆炸之后直接坠入海中。当然哦，这个是很不 OK 的一个状况，在天空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这是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有一架 FA-18的超级大黄蜂哦。那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它15号在佛罗里达这边进行低空的飞跃，结果飞得很低，突然之间，这个沙滩上面民众在观看的这些朋友们吓坏，大家惊声尖叫，因为他们座椅啊、遮阳伞啊、帐篷啊都被强风给吹起。为什么要飞这么低呢？不怕发生意外吗？还是艺高人胆大呢？赫格塞斯他有发 Twitter， 他说飞行表演会持续进行，直到士气好转为止。而这个现在伊朗跟美国还在打，我们看到的画面是美军空袭的第6天哦。陆战队登邮轮检查，哇，这个画面其实透过我们的镜头您都看到了，还有伊朗好几座桥梁，据说以及车站都被美军给轰炸了。那当然，这个第6天晚上，我们看到伊朗媒体它也播出了相关的画面，并且指出说，美军彻夜狂轰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包含机场、火车站，还有靠近荷姆兹海峡的桥梁，都成为首要的目标。所以你看，烈火冲天。而另外，美军在巴林啊、卡达啊、科威特这些地方的基地，同时也笼罩在危机中因为你看，伊朗它不是省油的灯嘛，它有强力还击，所以据说啦，美军的爱国者飞弹也被炸，引发了各种的摧毁啊、各种的浓烟啊，都被拍下来了。而另外一架美军的空军美国的空军 F-35战斗机也出现在荷姆兹海峡上空的时候，它的飞行跟踪器打码7700就紧急迫降在阿联酋。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空中的记录啊，其实都被大家给报道出来了。而另外这个路透社有一个独家说，伊朗已经要求也门青年运动关闭红海航线，准备中。这个是兹事体大，因为你看到荷姆兹在这，现在大家就在争这个荷姆兹的通行权嘛。那如果红海这边你也把它给关闭，那还得了？所以大家所有2大石油出口的通道，万一同时中断，那恐怕是噩梦一场了。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现在在要求购买比较便宜的巡弋飞弹，目标是年购8000枚，所以外界就在说，哎呀，钱都被烧完了，都被打掉了，所以要多买这些比较便宜的这个巡弋飞弹。那另外，美国国防部内部的评估显示在对伊朗的这一场军事行动，其实花了很多钱，800亿到1000亿美元之间。之前美国共府是怎么说的？美国政府公布的是310亿，其实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赖老师，我们不知道这个军舰出了什么事，会不会在装填弹药的时候把弹药装反了？因为一下子爆发了这个膛炸，我想小舰长因为在舰上很有经验不过我们过去在陆军在部队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天兵那时候在打迫炮的时候明明你的这个弹头应该是朝上的，要往底弹装，结果他一紧张，把弹头朝下一落下去的话，嘣一下子就出问题了这个就是天兵我们不晓得美国是不是也同样发生这种天兵的事情在装填那个弹链的时候，是不是把这个弹药装错了这个不可原谅
也不可接受，这个就是代表训练出了一些问题。好，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美国跟伊朗连续打6天了，而且看起来是不断的在升级中。在升级里面，美国一直在轰炸伊朗的基础设施，连续炸6天就凸显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前一段时间从2月以来的开战，并没有把伊朗的革命卫队的实力削弱，也就是说，伊朗的革命卫队的实力其实还是很强大。另外一个凸显出来的问题是，美国没有能力管控好这个赫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些油轮或者是商船，他们拒绝接受美国的引导，说你靠阿曼的这个地方来航行，他们拒绝接受，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无能力去保护他们的安全。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凸显了他没有办法接管赫尔木兹海峡。那他现在采用的是惩罚教训，给伊朗更大的压力。可是伊朗是不是没有反击的力道？没有，有反击力道很强大。这是我最特别留意到的是，约旦的美军的军事基地大规模的受到攻击。约旦是距离伊朗很远的地方，在前几波的攻击中，约旦的美军的军事基地相对来讲比较安全。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阿联酋的军事基地、卡达的、科威特的、巴林的，那都是靠近伊朗。可是约旦是相对远的，而约旦的等于是有点像你前沿基地的一个大后方。前沿基地中的大后方，它相对安全。美国把重兵器的武器都放在那里，包括您刚介绍的 F-35战机等。这些都放在后面，还有指挥控制系统、雷达，等于是它的指挥本部是放在那个地方。现在它被攻击了，这代表我们的问题是在于伊朗如何突穿你的萨德系统的防卫，突穿你的标准，突穿你的爱国者的导弹的防卫，而直接摧毁了你的爱国者导弹的基地，然后攻击到这个美军设在约旦的这些军事基地，这会让美军吓破胆了。因为也就是说，他过去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不再安全了。好，所以这样的一个都证明了，特朗普也就是川普打这场战争到现在为止，他不具备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既然不具备有绝对优势地位，他又没有办法接管赫尔木兹海峡，所以赫尔木兹海峡还是在被伊朗有效的封锁中。如果一旦伊朗他说他的能源设施受到攻击，他就要求胡塞组织封锁曼德海峡，就是红海不能通行了。红海一旦不能通行，苏伊士运河的作用也就下降了。那你想，欧洲的这些货品从地中海要出口到南亚到亚洲来的，就要绕到这个西班牙那边出海口了，要绕一大圈。这个对于全世界的航运物流都是不好的消息。更严肃的地方是在于，阿拉伯的原油，当它不能从赫尔木兹海峡出口的时候，它是走红海这条航线。如果一旦被封，那问题在于阿拉伯的油怎么出来，变成要逆转上这个苏伊士运河，再绕一圈才能够再到这个亚洲来。那各位想想，这个运输成本贵到多少？整个全世界的原油价又要飙涨到多少？我觉得川普打了一场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战争。不要以为这个千里之外的战争跟我们没有关系，跟我们的关系可大了。我们进一下广告。接下来请舰长帮我们体检一下美军最近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光从这个影片来看的话那个它应该不是膛炸，因为膛炸长得不是这个样子。那它这个应该就是它的那个炮管飞出去。那为什么炮管会飞出去呢？因为我们这种比较轻型火炮那它如果高速射击之后，那它有一个科目叫做换炮管。那这个换炮管的时候，换完之后它有的是插销，有的是要那个逆向把它锁死。那我不知道他们是哪一种那但是呢，
美军交给台湾的要双重检查，也就是你的部位人员检查一次，然后你的代班的班长要检查一次。那这一个呢，也就是当他的炮管后座之后要附近的时候呢，一附近没锁，那个炮管就飞出去了，那就是长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就是美国海军现在最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高中没毕业，你也可以去从军。那这一个部分，因为美军当初的训练为什么有这么多条条框框？因为他就是把你五湖四海的人都找来，然后找来训练的时候呢，你就按着准则、教范那以及教令来做就对了。那问题是现在大家呢，偷吃步可能没按着做。炮管就飞出去了，炮管飞出去还小，如果膛炸的话，那就会是整的一个炮座整个报销，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至于说，为什么去打这个，伊朗为什么去打这个约旦呢？因为有关于波斯湾里面的这些国家，无论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卡达或者是巴林啊，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些。科威特啊，该打的其实都打完了，所以那美军也很聪明，他就这里不能停啊，那我们就往后撤到约旦。那好，那他现在就来打约旦，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原因。而且美军对于这一些海湾国家所缺的萨德爱国者，通通都没支援。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永平姐。是这次美国这个跟伊朗的问题呢，这样子一直拖拖拉拉。当然，最近战事好像又有比较升高的趋势啊。可是这个事情说真的，大家已经感觉到相当的歹戏拖棚。而可是呢，这个对整个民众还有经济的不安啊，包含你看这段期间股市也这么的受到影响哦。其实就可以知道说，你不赶快把这个核心的问题解决掉呢，你油价上涨的压力跟油价的供应可能会被中断的事情，永远是大家心中的一个非常大的死结跟阴影。因为很简单，我们看到它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问题不解，现在伊朗呢已经去威胁说，他要求也门青年运动呢要关闭红海航线。那大家都知道，这样子一搞下去呢，情况可能比之前的危急又更再加倍的升高。而这个时刻，美国的军费，美国为什么他对外只敢公布说他打伊朗现在花310亿美元？因为他知道花这个钱呢，民众已经非常的愤怒，也不解，而且大家都觉得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那川普本人的民调也因为这个事情节落，可是现在又被揭露，又被爆料说，他不只花了310亿美金，他现在实际花的军费呢，已经到800亿到1000亿了。那说真的，以美国的国力财力当然他现在债台高筑，可是要他再丢个1000亿美金，对美国来讲也不是说不可能。问题是你有钱也买不到货啊！对，他现在才紧急的要去订这个8000枚什么徐役阶段，1